我是小浩。嘿，我是 Josh。今天我们来看一栋2021年建的现代化风格的住宅。是的，我们今天来到了 West Hollywood。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浩。今天跟着我还有教室的镜头，我们再次来到了 West Hollywood。还记得上次 West Hollywood 是哪一个吗？已经很久之前。那个大玻璃房我还记得，是，就是外面都是不锈钢的结构。今天身后是个2012年建的全新的现代式風格的住宅，身後就是它進前院的車道鐵門，旁邊一個小側門可以打開。同樣，這種通話系統可以告知屋主你已經來了，或者摁密碼自己進去。房屋的院子的另一側那邊也是有一個專門給行人準備的小鐵門的，也可以自己刷臉、刷卡進去。是，來，我們從側門直接先進來。到了它前院以後呢，它隱私做得非常好，因為你發現沒有，這一片的街區它整體的綠化非常的好，就是道路中間門口的街道，它兩側的這個叫什麼人行道上的樹啊，它是往路中間這樣往上面長的。拱形的套起來的，綠化很好，綠化非常的好。一進來也是一個偏耐旱型的日式風的前院，非常小的水系啊，以及大量的停車的空間。我覺得反正在洛杉磯地區停車空間大家都是比較在意的，是因為光是車庫裡面兩個確實不夠，而且房子都不便宜，誰家裡不都會有幾輛車嘛？對。那前院呢，全部都是用水泥的大片的水泥板鋪設，中間過渡呢不是用人工假草了，是用的非常細小的鵝卵石做的填充，不太一樣，不太一樣。我還是個人喜歡人工假草，因為這個東西你車啊走會踢出來的，對不對？關鍵是硌腳是嗎？對呀，而且綠色會讓你前院更加生動活潑一些嘛。那值得詳細介紹它前院的特點，就教室身後有一棵小的，我的右手邊這棵有一個大的橄欖樹 （olive tree）。這個樹刷新了我們兩個人對，就是美國人對橄欖樹的這個執着啊。是。這個玩意兒多大？200年是嗎？200年的橄欖樹，空運的，從北加州運過來的，而且它還是依然健在啊！你說200多歲的老先生從北加州這麼遠運過來，活得很好，哎，還能活着，真是不容易。你說這成本多少錢？就為這2棵樹啊！空運價格就很難估計。你說這個錢我其實沒，你說種2棵 palm tree 也可以吧？1萬塊錢一棵。對。但這可就不止1-2萬的事兒了，你要搞這個。運樹的費用這很難估計。沒錯。那房子身後可以看見，我們鏡頭轉過來一點，看它的立面是非常偏現代的住宅了，它的稜角非常的分明，線條以及它的陽台伸出來的地方，哎，都是正正方方的那種小 box 一樣的形狀，包括可以看到一點頂上的都是有那種玻璃圍欄的扶手，鋼化玻璃的，證明它是有 rooftop。一會兒可以為大家介紹，房子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用一些黑色、白色的做的對比的顏色的色調，黑色的這種 marble 的材料啊，鋪在這些牆面兩側，全部都是鏡面反光的車庫門啊，停2輛車在室內，地面全部都是用 polish 的材料。特點的是它的車庫有一個大大的 picture window， 可以看到前院的這200歲的 olive tree，
非常有现代感，是吗？没错，这个房子就是充斥着非常就是现代风的这个房子了。那我们前院基本上为大家介紹完了，我們趕快進去看一下房子室內的格局。進來以後，通過這個碩大的 pivot door， 這個門尺寸是沒問題啊，也是有個10尺的門了，而且用的是這種純鋼化的結構，中間做了這種鐵的支撐嗎？支撐吧，也就是支撐作用了。它也是雙層的，而且它有做那個過濾膜那個 filter。OK， 所以你外面的紫外線是照不進來的，我覺得還挺好的。從裡邊看外邊非常清楚。哎，對，沒那麼曬嘛。那成門它幾乎整個正門的一進來的 foyer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它都是這個玻璃和它門的結構做的，算是景觀了，有點像半開窗的感覺。對，蠻漂亮的。那進來以後，首先一過來啊，是我們這邊有個樓梯的空間，上2樓的。樓梯很漂亮啊，而且非常大的這種 picture window， 2扇直接到2樓，採光也非常的好。它這個材料唯一的小缺點就是這個地板非常的容易不耐造，收集各種指紋，只能說是對不對？扶手也是鋼化的玻璃上去，很漂亮。進來以後，右手邊第一個空間呢，同樣也是用的跟正門一樣的這種雙開的鐵門，也是帶這種 filter 的玻璃。進來是一個辦公室的空間。這個辦公室的空間是可以把它改造成一個臥室，因為它是有一個權位在後面的，也自己有一個走入式的衣帽間，而且它正好是在正門的地方伸出來，就剛才我們在前院可能朋友能看到啊，就是它這邊是一個轉角的地方，接縫的是2個非常大的一個落地的玻璃，從這邊直接接縫。那同樣呢，因為又是有這種防紫外線啊、陽光的這種 filter， 等於跟戴個墨鏡一樣，你在裡面完全不會被曬到，很舒服，但你又能看得很清楚前面的整個一個動向，所以這個書房來講還確實是不錯啊，尺寸也不錯，改成臥室是完全可以的。是，我們從這邊再過來，緊接着呢，到了房屋的一進門左手邊的這一側，右邊就是我剛才說的車庫，現在堆了很多屋主的雜物，屋主剛剛搬走，能看到尺寸也是不錯的，蠻乾淨的。那做個小健身房，我覺得是完全可以的，但不需要哈。上面好像有健身的地方。後面是一個 powder room， 尺寸非常的好，裝修很漂亮，現代的黑色主題的裝修風格。用的材料我覺得石料也好啊，包括它的燈都還是蠻不錯的。鏡頭再往這邊走一點，首先到我們眼前的就是這個鋼化玻璃啊，而且是有隔冷隔熱功能的酒窖。可以誇一下，這個做得很好。哎，它下面都是有做 LED 的這個燈帶，而包括上面也有上下一擠壓的這種感覺，裡面還有一些小的射燈，裡面有恆溫的控制，可以看到裡面的藏酒的數量，我覺得不是特別多，這可能是咱們看過的酒窖裡能放酒最少的吧。但是比他們都好看，你知道嗎？這些架子好像是不那麼單調，咱們看酒窖看多了，都是橫着。對，因為正常來講，如果是酒窖的話，恆溫酒窖它裡面都是掛滿了架子。對，但它你看用了很多木的這種 shelf 放在這邊，對啊，那你說這種插1瓶酒，對不對？那這邊只能放1個，那你說它總共酒窖加起來可能就放個30瓶，而且的大小也局限你了，對吧？對，這個就真屬於就是我買多少酒自己喝多少酒，不是為了藏酒的了。那你說酒窖這個空間正常來講也足夠用了。不像咱們上次看的最誇張那個地下那個酒窖，那是請 Napa 的人幫他設計的。關鍵是咱們不喝酒，要喝酒懂的話也是，可能人家需要更多，對不對？是。那緊接着到我身後的這個區域呢，就是它的正餐廳的位置。正餐廳的位置呢，它今天這個房子是一個完全 open floor plan， 就跟 George 說的德州的大平層的房子很像，一進來就全部區域都互通在一起。餐廳的位置呢，也可以看到層高，1層全部都是10尺的層高，沒有任何問題。上面掛的這個燈。這組燈也很漂亮，我們反覆跟大家說過，豪宅它有現在感覺30%的價值是體現在它燈具用的好不好，對不對？然後桌子也是非常的漂亮，現代的風格，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它的椅子是稍微有點偏中式的感覺的，有一點哈，是不是？屋主是華人嗎？一會兒我們問一下啊，因為我們翻東西的時候發現也看到了板藍根。OK， 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啊，我們正好收拾東西的時候，側面是2個落地窗。也是用這種貼膜的設計，可以保證紫外線啊或者過強的陽光照不進來，很舒服。那再過來以後，可以看它的這個桌子有個小特點，它桌子如果要是過來一點，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啊裡面都是齒輪，像表的那種機械結構一樣的。OK， 待會補一些特寫鏡頭就能看到了，這還挺有意思的，沒見過這種設計。這家房子跟表有什麼關係嗎？不知道。但這個桌子是沒見過。
蠻特別的。那麼鏡頭正好轉到這邊，可以給大家看一下这個房子一進來以後整個的一個全貌的位置。我現在呢是站在這個房子等於進來最中心的地方，那它在這邊呢擺了幾個桌子椅子，可以大家簡單坐一坐啊，或者隨便你放鋼琴，對不对？都可以，非常開放。对，很看就所有的空間其實都在一起了。有人喜歡這種格局，也有人不喜歡。在這邊呢，先給大家介紹房子基本信息啊。房子有5個卧室，8個衛生間。它這個5個臥室啊，其中還要包括後面還有2個。OK， 後面有2個 ADU。OK， 對不對？然後室內的面積呢，一共是6276平方英尺，所有的占地的室內面積，占地面積差不多0.28个英亩。跟大家介紹過，它是一個2012年蓋的房子，剛剛2年多房子。所以2012年的房子可以看狀況還是很不錯的，次準新房。哎，次準新房，進來稍微做個衛生，那家具如果都留下來，你就直接住了，對不對？是。那麼直接再過來，看到它廚房的地方，廚房的尺寸呢來講，我覺得在一個6000多尺的房子，它也是分了3層了吧，快算上屋頂的話，沒有任何的問題，尺寸非常的好。就是如果站在中間，我們可以看到它選用的一些吧台的椅子啊，都是這種藤製邊的木椅。也是非常的有一些東方的特點在裡面。台面呢用的是黑色的 marble 的材料，中間用的 book match 做起來的，然後一個 cooktop mated 放在了中間，然後上面一個從屋頂 drop 下來的一個西風，側面各掛了2個潘德萊。這個廚房的顏色搭配還是蠻大膽的啊，這麼黑這麼深的顏色，是很少有廚房願意全用黑色。比較難打理是嗎？對啊，這個東西怎麼說呢？就黑色，如果你搭配不好，當然會覺得很不討喜，會覺得舊。但它這個還是可以的。後面放了一個非常大的 sink， 它不是放在台子上的，是放在後面的地方了。這些放酒杯啊、器皿的這些架子裡面都是有做 LED 燈的。而且一個小特點就是它廚房的島台，因為島台很大嘛，也是兩邊都是做的 waterfall 的設計。它把上面的電源是做在了，countertop 上面是吧？OK， 坐在台子上面，這邊一個，那邊有一個，這樣我覺得還是挺方便的一種使用方式吧。現在很多的這種現代化的島台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做了，那不用的時候收起來，也完全不會有任何的突兀感，蠻好的。那這邊全套 Mailley 的電器，烤箱2個，然後 microwave 以及它的 Mailley 的這個咖啡機，這還是挺不錯的，是不是？配套。側面呢也是3個窗戶啊，3個拉門拉開了以後，不是 pocket door，可惜拉開以後會直接到後院，這也是一個開放型的布局的設計。可以看到它整個的廚房的尺寸在屋裡面的位置，就是一進門左手邊就能看得到了。它這個房子真的是非常開闊了。那麼從這邊再過來，站在教室的位置可以看到，以廚房那邊的視角，幾乎整個房間1樓的動向全部都掌握了。少見的這種大平層啊，算不是？不能說大平層了，就是這種 open 式的 floor plan。它真的是，咱們以前看過很多 open plan， 但不像它這個這麼 open 啊。它這個就 open 到，你知道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怎麼擺了。跟上周咱們拍的那個1萬多尺的房子設計理念完全不一樣。完全相反啊！那個1萬多尺的房子真的每個區域都分得非常的精細。那它呢，就所有的區域反正都在這兒了。那至於你怎麼打理，那就是你們自己的問題了，對不對？那側面呢是一個開門打開了以後可以去後院，同樣跟前面的正門的設計的 design 是一樣的，也是這種雙層的玻璃隔熱，然後中間貼了膜，然後保證陽光啊、紫外線進不來，做了一些環保的設計，非常的好。後院很大，一會兒為大家介紹。我們再往這邊走，左手邊這邊是它的家庭影院，尺寸不是很大，有6個椅子。正常來講，自己一家人放個電影的空間足夠了。沒錯，誰家裡面是住個10幾口子，對不對？那到了它的這一側呢，是他家裡面的1樓真正唯一的一個算是比較 formal 可以坐的地方了。你就不能叫什麼 living room、family room， 因為它1樓主要就是坐這個區域。是，沙發選的也是非常有特點的，這種雲朵沙發嘛，現在流行。然後同樣後面一個電子的 fire pit， 做了木質的礦包裹，上面掛了一個非常大的電翅。旁邊呢搭了一些盆栽的景色，側面整個的側面啊，它都是用的這種軌道拉門，它是可以收到這個後面，全拉開，那做得很好。Pocket 這3扇打開以後，等於你整個坐在這個客廳也好 ，family room 和你的後院啊，是一個非常好的連接。Indoor outdoor 是基本上融合在一起了。
那這邊呢是用非常大的落地窗2扇保證了采光。它房屋基本靠后面的地方全部都是用的落地窗拉门，也比较符合现在现代房屋的设計了，算是。是。那我們現在出去為大家看一下它的後院。打開去後院的門以後，我們知道它這個房屋後院的地方，我覺得洛杉磯這邊也好，影城也好，市區能有一個這麼大的院子挺不容易的，而且很平整嘛。那麼從這邊過來以後，後院，哎，用到我們喜歡的了，就是水泥板中間過渡用人工的假草。對，哎，讓顏色更活躍一些。這幾個小松就有點像那種日式的小 Z2 的小松樹的感覺了。是。我們過來以後呢，院子尺寸非常好，因为它很平整。後面一個小的 fire pit 就是圍繞這邊圍爐一坐，晚上點開火以後待。那非常大的泳池，一會兒為大家給一個全景。那首先到這個區域呢，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barbecue 的區域。這個 barbecue 島台是咱最近好多房子都看不到了啊，是不是？但是它這個島台確實很大，上面也是做了這種遮陰的處理，一些藤蔓啊，讓它自由的爬在上面，有些綠色的背景也很漂亮。後面也有這些簡單的一個 sink 呀、烤爐啊、機器都有。這邊放一些桌子椅子啊，在這些人工假草上面坐一坐，沒有任何的問題。後院也非常的簡單乾淨好打理。它的特點是這個房子後院有2個 ADU， right。不知道 ADU 是什麼，就是加州最近流行在蓋的，就說白後屋吧，加蓋。對，加蓋。身後呢也是拉門拉開，而且它這2個 ADU 呢都是有自己獨立的衛生間在裡面，就可以作為2個單獨的小臥室的套間，是沒有任何問題的。Right。這個 ADU 它目前展示為的是一個 gym 健身房。後院泳池的周圍呢，全部都是用的水泥的地面，把它的邊框圍起來了。那到了正面可以看到，站在中間的位置的時候，可以看到它整個的泳池是一個長方形長條的，一直往前面延伸。這邊有一個潛水的Baja Shelf的區域。一個熱泡池就在它的旁邊，而且同樣啊，做的是 Infinity Edge， 不要一腳踩進來啊，這邊都已經是水了，也是做了一個外循環的系統，非常非常的簡單，乾淨漂亮。遠處的這個水牆開關找不到了，是可以打開的，水可以從那邊水簾流下來，而且它的上面也是做了一個遮陰的擋棚，可以看到，而且也有燈的設計在裡面，也是蠻好看的一個泳池了。就從這個畫面裡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現代方正。是。那我們鏡頭正好不用動，可以看到，直接往它的這邊的角落啊，是另一個 ADU。這個 ADU 大小尺寸是跟旁邊那個是完全一樣的，同樣有自己的一個衛生間的空間。旁邊這一側呢，就全部都是綠地了，保留大量的人工假草的綠地。那比如說小剛自己的小朋友啊，草上做點什麼活動啊，踢個小球啊，狗啊，對不對？都可以。所以它院子我覺得設計還是蠻簡單乾淨的。是。OK， 我們院子介紹完以後，我們上去2樓看看它所有臥室的空間。到2樓以後呢，可以看到2樓空間非常簡單，跟我們之前看的很多房子不太一樣。它6000尺的房子，但它2樓中間等於就是一個公共區域。Right， 哎，一個非常大的 picture window 啊，從這邊可以看到整個的 West Hollywood 上面山上的這些豪宅，有一個 picture window， 前面有一個小的 courtyard 2樓的小中庭，也是做了一個挑空，自然光可以採進來，做一些簡單的水景。2樓有個地方出去坐一坐還是不錯的。那緊接着我的右手邊這邊呢，繼續是它的樓梯，可以上3樓。特點就是它的這個 picture window， 整個3個 picture window， 把它整個樓梯的走道，你看的照得非常的亮，是採光非常的好。2樓結構很簡單，為什麼？第一個右手邊一個臥室，自己獨立的衛生間，尺寸非常的好。往我的左邊走，身後是有一個自己的 picture window 的洗衣房，這是很少見的啊，一個落地窗。直接可以看到前面，非常，我覺得這洗衣房的景觀真漂亮，還有自己的 sink。對，再往這邊走，身後衝房屋正面的一個臥室，裡面存儲了一些屋主剛買來的家具，什麼牌子？什麼牌子來着 ？Rolex。Rolex。你說現在這些跨行業啊，真的是，你說奔利開始做家具也就算了， Right， 做表的也来在家具裡面搗亂，真的是。後面同樣也是臥室啊，有自己的房間、衛生間，尺寸也是不錯的。Right， 它等於在這個整個2樓这空間是平鋪開的，這邊一個拉門拉開以後，可以直接到它的中間的小courtyard，是休息一下的區域，非常的好。我們再往這邊走，右手邊是一個小的 massage room， 它設計就是為它的 massage 去 design 的，因為它的主臥室的衛生間是連通的，就是為了在裡面做按摩啊，請人來家裡面做按摩啊，反正
臥室中的一个臥室，反正有钱人的享受的元素之一吧。我们看一下它主卧室的空间。主卧室是一个双開的門，木質。進來以後呢，有一個主卧室進來的小玄關的地方，然後才到它的床。那首先我一過來是我面衝的是它最大的衣帽間，裡面的櫃子都是打好了，燈也非常的漂亮 ，LED 的燈帶也都做好了，鞋櫃、衣服的展示櫃、透明的這些拉門做的還是蠻不錯的。那它和衛生間之間呢做了一個隔斷，用的是這種石板材料和磚的材料砌起來的一個 fire pit， 同樣也是天然氣的嘛，因為21年的房子，21年的房子，對啊，稍微有點可惜。上面掛了一個電視。那主臥室的床墊呢，剛剛已經搬走了。那可以看到床呢是一個 king size 的床，後面用的這些 cladding wood 做了一些牆的背景的設計，後面兩個床頭的燈掛下來，也都是有電子窗簾的，可以通過 smart home 的系統設定它自己全部都垂下來。然後主臥室有一個是陽台，可以看到自己後院的景觀。同樣的，所有的窗戶呢，拉門都是有這種做了吸光的處理的，遮光的處理的。拉門也是 stocking 的拉門，可以全部都拉開，非常的現代化整潔了，線條真的很乾淨，而且比較偏木質。你可以看它1樓和2樓全部都是用的木地板，是它房屋在地面上可能除了衛生間吧，應該沒有其他的材料了，對不對？對。過來以後，剛才主臥室那邊有一個陽台嘛，這邊有一個小雙開門啊，竟然還有一個小陽台。OK， 不那麼單調是嗎？而且不能連在一起的。你說這邊那個陽台是為什麼呢？沒人會處理這個陽台，挺奇怪的哦。差點忘了，右手邊還有一個小的衣帽間，這應該就是給男士準備的吧？對不對？我們這邊過來，同樣木質的開門進來了以後呢，直接就是到了它的主臥的衛生間的地方。可以鏡頭先推過來，可以看到衛生間的尺寸啊非常的好。整體來講呢，沒有說特別大的這種空間感，讓你覺得進來哇怎麼那麼空？因為它利用的分區很好啊。一過來顯示教室的這個右手邊，我正看的就是一個浴缸。啊，這個浴缸怎麼這麼高？那頭高，這個頭矮啊。這應該就是靠位的地方了。Right， 對不對？哎，它這個 shape 做的人體工程學做的還是不錯的，是不是？這是第一次見。哎，也是這種合成的材料。拉門拉開，這是主臥室空間裡的第3個陽台。但這個陽台和剛才那個陽台的特點是都比較高，它的牆就是這個陽台我覺得就是採光的設計，因為你在這邊你是看不到後院的，但是可能考慮到隱私嘛，所以都會做的比較高一些。上面掛了一個燈，在它的浴缸上面，蠻有意思的。緊接着它的shower room的尺寸呢，首先我覺得是足夠了，它並不像很多咱們看的非常的寬，對，它大概有1人寬一點的空間。它的頂部、地面和它的周圍的牆面全部都是用了石料做了包裹，非常的到位。裝修也講也是沒有省錢的啊。同樣一樣的設計元素的一些雙層的玻璃，所有的潔具都沒有問題。上面也是掛了花灑，然後也是做了地下的排水 ，seamless 的排水。緊接着這邊還有2個 double sink 供男士和女士使用。這邊就是它馬桶的位置了。這是我剛才說的啊，就是去它的 massage room 的這個小門，進來給大家看一眼吧。這個空間呢，因為它沒有自己的衣帽間，也沒有自己的衛生間，它專門就是為了服務主臥室的主人去設計的。裡面還有一個小的水吧台，可以放一些簡單的飲料，掛了電視，上面做了一些吸頂燈啊，簡單非常非常少的採光，保證了隱私。這邊同樣有一個雙拉門，可以去移進來2樓的那個小擴院。這個不多見。對啊，我就吃了很多主臥衛生間的。沒錯，而且它這個真的就專門是為了服務主臥室的人去專門做出來的一個房間的設計，它不是說我們把一個臥室改成它，對不對 ？OK。那麼2樓的居住空間介紹完了以後，我們上去3樓看一下它的 rooftop。到了我們3層呢，就是它的 rooftop 的這個空間了。完，它這樓梯間上面這個是個天井啊，直接陽光照在下面的。是，不光是這個 picture window，所以它的採光真的是這麼的好啊。而且看一下，一到它這個 rooftop 的 deck， 我覺得跟咱們的之前看的還是不太一樣的。首先，我身後這個區域啊，也是全部鋪過去了，再多放幾個沙發坐在那邊，椅子沒有任何問題，而且有一個綠色的 padding， 對，在上面你可以做小的高爾夫球的練習的地方嘛。在屋頂，它整個是把整個樓上的屋頂全部都做成了可以上來娛樂的空間了。而且它弄的木頭木地板，對啊，都是防水的嘛，對不對？而且看到它周圍的環境啊，你說在 city 當中，但是你不覺得雜亂，
而且整體来講，周圍的綠化非常好，你可以一眼看到过去，把你包裹的都是綠色，是，并不是杂乱的街道、行人或者是钢筋混凝土这些東西。所以这个 rooftop 的隐私还是真的不錯的，周圍的這些棕櫚樹，對不對？而且它面向前院的這邊啊，都是用的這種鋼化的玻璃做出來一定的高度，所以你從街道上幾乎看不到上面人到底在做什麼，很安靜。我覺得可以在 rooftop 這放一個大的那個 SPA。哦 ，OK， 是不是應該挺過癮的吧？對。然後到這邊呢，就是一個它最大的正式的做的區域了，因為這邊有做了一個 fire pit， 上面可以掛電視的電視牆，晚上周圍有一些燈可以打開，包括它整個 rooftop 這個整個 roof deck 上面一圈啊，一直到剛才延伸的那邊都是有做這個下面的氛圍燈的，所以晚上把它點亮。這個 roof deck 真的景色比較好。沒錯，而且可以看到教室鏡頭裡面都可以看到了，後面就是 Hollywood Hills。對不對？那些千萬大幾百萬，說咱這個房子也900萬了，快，對不對？是。但你說後面那些豪宅都在你的身後的這種感覺，你又在城市當中，那相對來講你也不需要去跑到上面開那麼難開的山路，你更容易的去做去城市一些便民的一些設施，你能夠很容易就在幾分鐘就能 reach 到，對不對？我們拍從上邊山上的房子往下看是一個景色。從山下往上看，又是一個不同的感覺。對，而且它真的是綠化非常的好啊。那今天的這個房子呢，跟大家也快速的分享完了。那喜歡我們視頻的朋友呢，一定記得點讚、關注。我們下期再見，拜拜，拜拜。它這個房子上來的很漂亮，景色不錯啊。這個比咱們好像是不應該說啊，但好像比咱上 Studio City 那個樓上，咱也看過好幾個 roof deck。對，這個比 Studio City 那個我覺得舒服，因為它沒有用木頭包裹呀。啊，對，這全木頭包裹，全都是 concrete floor。對，而且周圍做的很乾淨。關鍵你看，你從眼睛看過去的全是樹，都是樹梢，感覺就是這像一個 tree house， 像不像？這感覺你是在樹梢很多大樹當中的一個樹梢上面的 tree house 的感覺，因為全是樹啊，對不對？隱隱約約能看到一些房子，那最開闊的就是剛才能看到山上一些好萊塢的豪宅，僅此而已啊，對不對？這個比 UCLA 對面那個大豪宅的 rooftop 還好一點。不行，我覺得那個房子在我心裡太加分了。是嗎？那個房子大平層太好了。它樓頂 rooftop 來說，對 rooftop 一般 ，rooftop 這個還是比較。你要只比 rooftop 還是這確實好一點啊，也安靜，比較完整一點。你想去哪兒都行嘛，上面豪宅也都看得到。是，應該上面咱之前也拍過不少房子。Take a picture， 然後標記一下那個房子我們拍過，這個房子。到時候做個 LA tour map，啪啪啪全拼上。